Hello， 大家好，我是大正法师。上一集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会计制度对于人类社会的一个影响。那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讲讲这个未来的情况会怎样哈？就是未来简史里面所讲的无用阶层，它一直不停的强调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么整本未来简史呢，其实都在问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本身还是那个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吗？那么尤瓦尔·赫拉利呢，他的这个脑洞开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生产关系它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的话呢，那么人类呢就需要改变生产关系。这在任何一个年代呢，其实都是一样的。过往的大趋势呢，给人类带来公平、自由、民主，是因为呢，人类呢是有智慧和有价值的。那么就说人文主义的这个生产关系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在于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以我们要给人更好的条件。人类是资本主义的主力推手，人类就是生产力，所以呢，人权越高，生产力越高哈，这是我们过往的人文主义的所有的核心逻辑。但是进入2010年代以后，我相信很多人的这个焦虑呢，和这个尤瓦尔·赫拉利是一样的哈，就是在这个年代，我们完全感觉不到人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现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开始了我们所认为的这是可行性、无矛盾性和效率性的改革。没有改革的这个领域呢，大部分呢都是没有办法大量生产，而逐渐奢侈品化啊。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教育、医疗、政治啊，这些地方都是这样的啊。一旦是精英领域呢，就代表它这个是无法复制、无法大量生产，没有量产机会，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永远是不可能是一个有效率、没矛盾和这个有可行性的一个领域哈。所以一旦完成了这个可行性和无矛盾性改革的领域呢，它一定是把这个领域完全交给机器。你在里面所有的更新呢，都是算法的更新，而算法的更新呢，实际上是不需要人类参与在里面的了。人类的特点呢，只是说它可以体会很多个不同的这样的体系，而机器呢，大部分就像这个叫做扫地机器人一样，它只能在这个体系里面达到极限，但是它出不了这个体系。但是呢，所有的工作，大部分人类以前的这种专业性工作呢，都是在这个体系里面的工作哈，它没有在体系外面的工作啊，在体系外面的工作呢，全部都是精英的工作啊。所以呢，剩下的这个精英领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很多个不同的体系里面自由切换的这些精英体系呢，大部分呢都是回归了中世纪的它这个社会关系和社会这个管理方式哈，就是那种贵族阶层的那个时代哈。我们讲这个世界，就是一边呢是在科学理性下的这个芸芸众生，另一方面呢是一个弱肉强食，然后呢这个财富呢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一个丛林法则的一个中世纪的时代。这个呢也是睡前消息他所讲的。所以呢，回到这个就是尤瓦尔·赫拉利所提出的这个终极问题，那么我们是认为是 AI 替代了人类吗？实际上并不是 AI 是一种算法，而替代人类呢，其实呢就是人类自己，是人类所有累积的智慧。也就是说，当你有了欧几里得几何啊，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体系科学之后呢，它所有的前人的智慧呢都是可以累积的，就是前人可以提供一个概念，提供一个定理，放到这个体系当中，然后后人呢就可以直接用这个体系呢去做新的探索和完成新的工业化。你就比如说这么爱因斯坦呢、牛顿呢，他们的所有的成就呢，所有的得出来这些定理，所有的对人类社会有用的、有推动作用的东西呢，都最后呢归到了体系里面，然后和别人的这个概念进行这个排列组合，然后又能得出新的定理的东西。它和所谓的我们讲的个人成就呢，又是有点不一样哈。任何人在这个数学和科学体系呢，都可以自由的制造概念和定理，在那里面呢，只有伟人而没有偶像。在政治领域里面呢，只有偶像，但是却没有伟人哈。就好像我们说孔子制造了中国的这个儒学体系，但是呢，和他同时期的当中呢，有很多政治家其实也是偶像啊。可是现在呢，孔子我们依然还记得他是个伟人，而当年的这些政治偶像呢，只是几个字而已，什么梁惠王啊、魏惠王啊，什么这晋文公啊，他只贡献了一些故事啊，然后呢，你讲什么退避三舍啊，讲这些，但是你能说他对这个人类的文明有任何推动作用吗？其实都是没有的啊。
科学呢，就是一个你即使愚笨呢，也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个体系。你最需要的呢，只是说自己很喜欢这个体系就可以。你比如你喜欢科学，那么你就可以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面去进行一个排列组合。你就把科学里面的一些概念拿出来，你自己巴拉巴拉搭积木，你搭出来一个，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定理，再返回这个科学的体系当中哈。所以呢，通过学习体系、分析体系、吸收古人之后，自己再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的排列组合呢，就可以对这个科学进行一个贡献哈。只要给体系添砖加瓦，你再小的努力呢，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努力，是一个分享的体系，最终呢，它是会让这个体系更加强大哈。所以每个人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就呢，如果你不融入体系之中呢，你也只能成为一个偶像啊。你现在是可以风光，但是呢，你过了几年之后还是不会被岁月忘记，好像特朗普一样啊，那么多的这个粉丝哈，这么斯通记整天捧他的臭脚，觉得这个人太伟大了，这个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等他100年之后，特朗普就是3个字，就是特朗普，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啊。这个时代的这个最主要的矛盾呢，就是说在分享那么伟大的这个时代呢，我们还有一帮人还是觉得精英是有用的啊。其实呢，就是每一个个人，不管你是精英还是平民，如果你不融入体系，你不给体系添砖加瓦，那么你就是没有用的东西。你一个人如何去和这个上千个数学家所提供的这个智慧的结晶的这个欧几里得的这个几何，或者说这个整个现在的这个数学体系和现在这个牛顿、爱因斯坦所构筑的这个科学体系，你一个人怎么去和他们去对抗？这个世界直到2020年今天最大的一个矛盾就是科学是生产力，而人文主义呢只是一种生产关系哈。科学带来的呢是日益安全化、准确化、效率化的世界，而人文主义带来的呢是危险化、错误化、无效化的生产关系哈。这两个之间的这个矛盾呢，现在是无法调和哈。但是呢，我们讲这个媒体呢，还是需要人类精英，他们还活在人文主义的这个精英的时代里面。但事实上，现在世界上最大跨步在往前走的呢，还是科学哈。一个偶像啊，你说在人文主义里面，偶像不管你是什么叫做唱歌的偶像还是政治的偶像，到底他能给这个国家提升多大的生产力，其实是可以计算的，能最多也就是10%，就是你看了他这个节目，觉得这个我要更加努力工作，结果呢还是那些努力工作的人提升了工作效率，所以呢才提升了这个叫做国家的生产力。但是呢，一个工人只要给你提出一个小的科学定理，然后呢，他确实能够帮助你在这个工作中提高效率的东西呢，一个工人提出的小科学定理呢，也许直接呢就能看到好几倍的这个效率的提升啊。最终呢，未来简史的这个指出的这个最重要的矛盾呢，还是这一个矛盾。最终的这个矛盾呢，就是人文主义的这个叫做生产关系是否适合于下一个就是科学发展的这个生产力的时代哈。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现今的时代非常微妙哈，有两条路线。一方面呢是这个娱乐至死的人文主义精神啊，它还其实也是一种麻醉剂，就是说给你看啊，我们都做网红啦，我们都红啦，我们都能赚钱啦哈，然后呢就是你们不用工作啦，然后呢你们都去做网红啊。那另一方面呢，又是极度理性的这种体系开发，就是什么华为那边什么251啊，什么那些就是996啊，加班呐。那么你说网红和这个华为那加班的工程师，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华为工程师做的任何一个事情呢，都是添加到人类这个体系当中的事情，但是呢，这个网红这个东西呢，做的任何事情呢，只能把他的这个腰包给撑大，其他呢对人类呢其实是没有什么贡献的。所以人如果站到这个科学的前面，比如说我用人文主义来阻止科学的前进啊，讲什么人权呐，讲什么精英主义啊，讲我们人类是伟大呐，然后科学是不用学的啊，那么这些人呢，永远都是螳臂当车啊，这不管你在哪一个时代看，都是很傻的一群人。而且现在的这个娱乐主义呢，还是靠 IT 的算法才取得的规模性推广，就是他们表面上觉得自己我是能力啊，我是有能力，所以能赚到那么多钱，但实际上呢，是因为 Google 给你开发了一个算法，是因为什么这个 YouTube 有一个算法帮你推送，然后呢，你刚好符合了这个什么反华的这个推送啊，然后你说的东西大家爱听啊，然后就 Google 帮你拼命帮你推，然后你还真以为这是人文主义的胜利啊。那就很搞笑了，对吧？如果没有 Google 给你搞出那个算法，没有 YouTube 的那个算法，你是怎么赚到那笔钱的哈？脱离了科学体系呢，你连娱乐都做不起来啊！我们讲中国和世界呢，都有一个政治的问题，最终的这个探讨呢，其实就是这个人文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日益发展的科学生产力之间这个矛盾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我们讲，如果说以前有一头猪养了一个人，然后呢，这个猪呢是主人，然后人呢是这个奴仆，但是后来呢，人比猪
猪聪明了很多，然后呢，所有的生产力的发展呢都是由人来提供的。那么生产关系如果再继续维持在猪奴役人类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么这个世界的生产力呢是绝对不会再发展，它一定会萎缩。那么现在换句话说，人类是主人，然后呢，科学呢以前是奴仆，现在呢科学要翻身做主人了，就是人类的人权呢，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要让步于科学。如果你不让步于科学的话，那就相当于这个猪永远想站在人头上拉屎一样的啊。那么你这个社会呢，就永远都是一个猪头的一个社会，它不可能成为一个下一个发展的一个社会啊。未来简史呢，偷偷摸摸的点了一下，但是呢，其实大部分的人呢都有这个担心哈，就是人类呢已经不是有用的阶层，人类呢已经不是最优先要保护的对象，而科学是最优先要保护的对象。所以呢，任何一个精英层更早的放弃人文主义，那么他就有可能在下一个时代的这个国家竞争当中呢取得起跑优势。所以我们很难讲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这个长期的这个对垒到底谁会是赢家哈。你其实有的时候呢很可悲，他们两个之间的竞争呢，不是真正的竞争，真正的竞争是人和机器的竞争。谁最早屈服于机器，谁最早屈服于科学理性，谁就能够取得起跑优势。谁最早把人文主义扔到这个垃圾桶里面，谁就有可能比其他国家要跑得快一点哈。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